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金克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金克斯这个英雄还是好上分，他现在这版本就这样子，无论他对上谁，他前期都有，就是你会拉扯的话，首先你得会玩这个英雄。而且 ADC 尾玩的不是特别差，基本上都不会说打不过，而且有这个砍倒这个英雄啊，这个金克斯前期的就是对方满血状态下，这个消耗能力还是蛮强的。说实话，我感觉你有这个砍倒哈，有这个砍倒的话。然后那个什么，不是有个符文叫做专注嘛？就是叫什么专注？就是敌人啊，就自身血量高于70%，你的伤害增加，然后就是适应力增加多少嘛？我感觉这是不可能70%，就现在我天，除非你真的很有主动性，是吧？那个伤害就是那个符文的效果能一直吃到，不然大部分情况下，我感觉都没人，我没人带那个符文。特别是有砍倒这种，对面只要有个英雄是要有砍倒的，两个技能就你瞬间就低于50%了，低于60%了。这边看到对方的石头人是被刷了，那有可能是石头人开，那狮子狗对面的狮狗应该大概率就在下路。小炮这个英雄前期完全没有任何的线权，金克斯就是可以虐着他来，搞得金克斯感觉都是那种前期英雄似的。而且到了中后期他又很强，他又不弱。现在金克斯只要能起飞是吧？哎呦，狮子狗找到机会了，胜去抓。哦，吃到塔了 ，A 了2下，收割掉了。哎，他直接闪现去那边都不至于这样子，他根本要闪现直接又回塔那边去。灵活的切换 Q 技能 ，A 别人的时候用号形态，给个夹子打断一下对方的往前走的那个劲，然后这边叠满了那个致命节奏以后，利用米利欧的这个攻击距离加成，猛猛的打输出。金克斯这英雄就，你可以不用打得特别着急，有机会就上，没机会就不要去主动说去找机会。金克斯这英雄不能找机会，你主动找机会，永远都是你先吃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对于金克斯来说，他反正到了他只要2件套是吧，或者3件套以后，收集者有了以后，只要参团。能启动就开始就是基本上就不会说太差了。
去还得再吃一波兵线。这波兵线的话，尽快清掉，因为回去要做收集者。这边的话，你看5分钟的话，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件套和鞋子，就是你没有任何，就是正常吃线、吃塔皮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如果是塔皮没吃到的话，大概确实要5分半吧。哦，哎，这条线这么长的。这个僵尸守卫这个双人路来说，确实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大部分就是多多少少还是要做野，毕竟是两个英雄在嘛，有可能是吧，2个人都带的是那个野，或者说多多少少要么一个带扫描，一个带野，要么一个带真野，一个带假野，就这样子。一个大招，哎呦，对方也是大招。这边带了两个都是2个英雄都带真眼是吧？哎，他这局没有带僵尸守卫，啊，可能是带了其他。这里的话，圣也是把自己的经济给让出来给这个射手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要这么去养射手，这种2保1的这种射手，整局对局来说，只要你不坑，怎么都能起飞。然后这个时候推掉就是自己线上的边路1塔以后啊，就来中路守就好了。因为双路怎么都是2个人，这里的话吃2条路的兵线，炸弹人不守中路嘛，炸弹人死了，怎么死？我没注意看。这里的话，因为优势比较大，啊，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吧。优先做了这个罗安娜的飓风，没有选择第2件做那个火炮。应该是那种，就是说怎么说，整局来说，对面没有说那种就是对面狮子狗也不针对这个那金克斯，也是很搞笑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他来说是很舒服的。等再被针对了再说吧，再出那个火炮。反正整局下来对局还是蛮舒服的，就是对线狮子狗也不针对这个射手，对面小炮说实话是很难受的。其实炸弹人的话，这样子玩炸弹人是没什么发育的。因为又有个点啊，你不可能说就是一个你不可能把2条路的兵线完美的吃下来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漏一些，就是说你跑来跑去的话，所以像这种让经济
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这么玩。不过他这边应该是带水友，所以就还好的。有石头人上来 ，W 减速到 W 啊，给个一技能，但夹子没有命中。那这边其实2件套，然后有重伤的情况下，打这波团战很好打。W 夹到了，直接给大招，收割到了，但没有后续。这个血量注意点，赶紧回家把状态补好，因为是这个油随时可能过来扑的。这个血量太少了，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说啊一下子躲掉他的伤害，你必须是吃完狮子狗伤害才那个。龙被抢了，龙被拿了，剑姬上得很凶。这边的话找到对面的后排，但石头人一个E减速到了米利欧的解控啊，所以不怕。闪现追吗？这里交闪启动了，减速到狮子狗扑过来，再收割。哎呀，这边被E技能减速了，闪现E这个胜可以，那4杀应该是可以到手了。啊，断了，拉的时间太开了。这个攻击距离就很变态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么去玩米利欧这样玩，得有一个好的射手。不过我说实话，我现在我身边朋友没有很好的那种射手，所以我不是很想给这种辅助射手玩这种辅助我宁愿玩一些强控制的。所以我有时候很抗拒玩软辅的原因就在这里面。虽然说现在这种玩射手的少爷特别多，但不妨碍有一些确实射手很强，有那种射手给他们当辅助确实很舒服，就纯躺赢。但也不能忽略没有你这种有实力的软辅还是很舒服的，对于一些高手来说。比如对方直接就开大招想秒，上来 W 秒掉。狮子狗扑，哎呦完了，吃到石头人大招 ，W 减速到这边，血量压低以后，没有用大招去抢人头，平 A 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打大龙。像治疗这东西其实并不是说要打的时候捏好，反而是你平时追人或者说调整状态的时候就把治疗用了。我感觉手游的治疗真的不像端游治疗说要关键时刻使用，反倒是你的屏障才说是关键时刻使用。这边的话它带的是过度生长。如果你们觉得对线压力大，这局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会带这个了。因为对面有个狮子狗，怕这个狮子狗会玩，一直秒人。这个血量的话高一点的话，大概率不会被秒。而且像这个还有对面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梅尔梅尔的这个英雄，这里 A 出来5杀到手，游戏结束。就梅尔这个英雄，你血量低的话，他斩杀线一下子就把你收割了。
所以就可能会带的这个过度生长。但平时推荐你们带这个僵尸守卫就可以。好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
you